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撇帆，好久不见了，各位，来吧，我们今天来看看 KachaKuta 合作的角色路德，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吧。好了，先来看看路德的技能展示。路德的技能组呢是一攻击一辅助，攻击技能呢有解除无敌、范围伤害、降低技能抗性、禁言。那这个效果的组合其实跟8月份合作的帕瓦差不多，唯一的差异呢只有效果时长与数值。除此之外，两者几乎相同的技能组，辅助技能呢就比较弱了一些，只有一些提升移动速度，还有提升技能命中率而已。在 PVP 当中呢算是勉强可用，因为有移速提升可以协助卡位，在跑跑中呢也能作为辅助角色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分数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场对战。今天的投稿玩家呢是卡拉里，我应该没念错吧？我方呢为进攻方，先聊路德的基础数据。路德呢是水属性敏捷型，基础伤害 6.6 万，体力25万，在敏捷型中呢是相当优异的。体力呢甚至是敏捷型的冠军，攻击力呢也仅次于帕瓦。站位呢280点，看起来呢偏软，但反而呢是优势，这一点等一下会再提。能力呢是出动沉默力量型，因为没有加的关系，触发几率只有 50%， 冷却6秒钟，使用起来呢存在感不高。而目前力量型的角色本来就不多了，且用途多在能力的本身，像是萤石增矿、白萝卜熊大出动击退，所以这个禁言的实战价值目前不算大。9星能力与恩情一样，有抵抗暴风雪、抗增矿、最后的攻击。若要在 PVP 中使用呢，我个人推荐带抵抗暴风雪，抗增矿与最后的攻击则是需求选择就可以了。第二场对战呢，我仍然是攻击方。接着呢，看一下路德的才能，目前看起来呢是蛮强的啦。才能的叙述是战斗中能以超高的几率使自身攻击范围 70% 以外的敌人所使出的技能攻击只对自己无效。简单的说呢，就是战太远的角色可能无法把技能打在路德身上，以此推论，解放才能后的路德存活率应该不错。再加上路德的站位只有280点，280乘以 0.7 等于196，所以只要敌军与路德的距离超过196点，他们的技能呢很可能就无法作用在路德身上。配合先前提到的路德体力高达25万，就很难被处理。换句话说呢，能稳定对路德输出的呢，可能只有力量型的角色了。而当前的环境，力量型的输出角色呢，跟刚刚说过的嘛，普遍不多，顶多8月份的电掣有敏捷型等级的输出，象神熊大输出4万3也只能算是一般。因此呢，解放才能后的路德在 PVP 中应该会变得相当有趣。好，那来看一下我们的第3场对战啊。因为我方把红萝卜熊大放在 B 队，开场无法有效的卡位，所以呢可以看到对手的角色更靠近我方的塔城。不过呢没有关系，我方打后排的角色呢也不少，有狂徒、赌徒、福利连等。只要等对手再靠近一些呢，就能直接处理对手后排，让我方生存空间更大。路德的攻击技能动画呢没有像秦恩的那么明显，再加上呢本身也是敏捷型的角色，在 PVP 实战中呢比较难明显感受到他的输出。而今天的路德没有解放才能，所以呢也看不出来解放后的存活力表现啦。最后一场对战呢，开场的对手卡位似乎不够快，我方全后排居然可以卡到将近一半的战线。这场呢，对手有空军妖精兔兔，所以带了摊车荣恩来应对。我方推进呢，并不算特别的顺利啦，因为对手打手无法被我方有效打击，前方呢，我方还是伤亡惨重，再加上对手飞天角色的压力，我必须不停的切队，放出摊车荣恩，不然的话呢，就算陆军没死，也可能被妖精兔兔偷掉塔。路德呢，这场存活率看起来还可以，可能因为我方与对手角色之间的空隙较大，对手打手呢不容易打倒路德，让他得以存活。
好了，那你觉得路德解放才能后能否在现在的环境中大放异彩呢？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。那这影片就给它到这里，我是 PFI，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吧。3、2、1，拜拜。